我爸是个门卫大爷，却有无数美女争着要嫁给他。论年龄，他已60有3；论长相，他身高和体重都是165；论财富，他每个月工资只有2800。可追他的女人，不是大学教授就是亿万富婆，甚至还有不少洋妞。更恐怖的是，跟我爸交往过的女人都会在1个月内神秘消失。外界甚至传言我爸是连环杀人恶魔，失踪的女人都是被我爸灭口。可这些女人一点都不在乎，依然飞蛾扑火一样疯狂追求我爸。这不，我爸今年的第9个女友消失的消息传出去后，疯狂的追求者又来堵门了。大聪明，别插队好不好？明明我才是第一个来的，你站我前面干嘛？第一个来的了不起啊！就你这个肥猪样，李大爷能看上你？小丫头片子，你懂个啥？老男人都喜欢我这种有肉的，谁会稀罕你这根瘦排骨？只要李大爷娶我，我陪嫁500万，还送一台法拉利。你凭啥？凭你一双麻杆腿吗？一大早又被门口争着排队追求我爸的女人吵醒，我睡眼惺忪的开门，指着门边取号机，先取号，再报名，大声喧哗的滚出去。听我这么一说，那些争吵的女人都老实了，安安分分的去排队取号，生怕被我取消了报名资格。我事先可跟你们说清楚，报名费每人1万，扫码缴费，应聘失败不退。听我宣布缴费流程后，他们又乖乖的扫墙上2维码缴费。之所以规定这么高的报名费，并不是我贪财，而是想劝退那些不知死活的女人。不过看起来这招好像没什么用。缴完费后，他们拿着礼物清单和求亲帖，按着号码顺序排好队一一递给我。李飞宇，我知道你在考研究生，阿姨是大学教授，只要你说服你爸娶我，你研究生的事阿姨给你包了。飞宇姐姐，我可是世界名模，我表妹长得比我还漂亮，只要你说动你爸娶我，我就把我表妹介绍给你。李先生你好，我是来自小鹏国的波多，只要让我成为你的后妈，你出国留学的学校和学费我都包了。我真搞不懂，这些女人明知道有危险，为什么还要飞蛾扑火一样要找我爸呢？我爸到底有何种不为人知的秘密，让这些女人如此痴狂？为了给这群女人编号，我忙了整整1个早上。就当我准备收工休息时，一辆崭新的车停在我家大门前。你跟你爸说，只要他愿意娶我，我明天就送一个3000平的大别墅给他。这车是送给你爸的，你帮我转交给他，你也帮阿姨说说好话。只要我跟你爸的事成了，阿姨每月给你10万的零花钱。看着他一脸虔诚的模样，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。面对这个贵气而又和蔼的女人，我是真不忍心她再造不幸。李阿姨，你条件这么好，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？为什么非要找我爸呢？他脾气不好，喝酒之后爱乱打人，而且和他交往过的女人都神秘消失了，你不害怕吗？你怎么说你爸的？你根本就不懂你爸的优秀。那些女人不是消失了，而是变心抛弃了你爸。阿姨跟那些女人不一样，阿姨对你爸一片真心，永远也不会离开你爸的。对我爸一片真心，难道你是对他1个月不洗澡的习惯情有独钟吗？飞宇，阿姨好不容易等到这次机会，你一定要帮阿姨说几句好话啊！阿姨保证，只要我跟你爸的事情成了，阿姨以后的家产都留给你。说完，他便走了。望着李美兰远去的身影，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这么优秀的女人，怎么也会爱上我爸呢？下午6点，我爸穿着他那皱巴巴的保安服准时回家了。看着满屋的礼物，还有桌上的一叠照片，他淡漠开口：又有人上门了。一共来了38个，出场顺序我都给你标好了，记在照片左上角。还有，每张照片后面都写下了他们的礼物清单和承诺的结婚陪嫁，你自己看看吧。小雨，还是你替爸爸选吧，毕竟你见过真人，你看哪个顺眼就选哪个。他神情轻蔑，语气淡漠，仿佛他选的不是女朋友，而是菜市场的打折白菜。看到我爸的这种态度，联想到那些女人的神秘消失，连我都有些怀疑那些女人真被他害了。既然你都不喜欢这些女人，直接拒绝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非得勉强选一个呢？如果不选一个，他们就会没日没夜的来骚扰你，这是爸不愿意看到的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仿佛能理解了。确实如他所说，这些女人还挺讲道义，只要我爸有了新女友，其他人就都安分了。就在我准备从照片中选一张时，门口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李叔叔，虽然我不是很有钱，也不是很漂亮，但我有一颗真诚的心，只要你肯跟我结婚，我不但会对你好，对飞宇也会像对自己亲儿子一样看待的。说完，他就一脸虔诚地把花和求亲贴送到了我爸身边的桌上。可能是顾忌着我在场，我爸没有动手打人，而是神情淡漠地朝他摆摆手。回去等消息吧。赵慧听我爸跟他说话，脸上神采飞扬，仿佛接了圣旨一般，欢喜地转身走了。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我暗恋的学姐怎么也会喜欢上我爸？就她了，只有勇敢的女人才配得到我的爱。去通知赵慧的路上，我心中很不是滋味。她立马要成为我的后妈。赵慧比我大4岁，从小就很照顾。10岁那年我妈去世，我爸那时又成天不着家，我就成了彻头彻尾的野孩子，每天的3餐都没有着落。幸亏有赵慧帮我，我才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。到赵慧家时，她正在来回踱步，显得十分焦急，看样子是急着等我爸的消息。见到我时，她像风一样窜到我面前。小雨，你爸选中我了，对不对？慧姐，你这么年轻，还是名牌大学研究生，人还长这么漂亮，什么样的男朋友找不到？
为什么非得找我爸呢？他不过是一个看门大爷而已啊。你爸咋了？保安大爷咋了？小雨，你不要这么狭隘好不好？爱是不分年龄和职业贵贱的。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爸有多优秀，多有才华。慧姐，不是优不优秀的问题，而是人身安全的问题。和我爸交往过的女人都神秘消失了，没人知道他们去向，你就不害怕吗？你真是瞎操心，那些人根本就不是神秘消失了，而是经不起考验逃跑了。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对你爸是一片真心，会一直陪他到老的。我暗恋你爸10几年了，那是为了给你爸减轻负担。我照顾你多少，你都忘记了吗？我的心瞬间冰冷，原来这些年他照顾我，竟然只是取悦我爸。想到这里，我已无力挣扎，直接告诉了他真相。恭喜你，你被我爸选中了。赵慧听了我的话后，呆了好几秒，接着兴奋的直接挠头大喊：我选上了，我终于选上了。走吧，我跟你一起回去。跟我一起回去？回去干嘛？傻瓜，当然是回去跟你爸过日子，照顾你爷俩生活起居啊。这么着急吗？你们不先相处一段时间，了解了解吗？我都等了10几年了，能不急吗？再说，我对你爸比谁都了解，根本就不需要再浪费那个时间。在赵慧的一再催促下，我还是硬着头皮带她回了家。回到我家的赵慧真不把自己当外人，吃完晚饭就钻进了我父亲的卧室。为什么这么多女人痴迷我爸？晚上，我不受控制的摸到我父亲的卧室，进门的那一瞬间，我的魂都吓没了。我63岁的父亲竟然找了一个36岁的老伴。后妈进门的第一天，我爸就拿着刀架到了她脖子上。亲爱的，我跟你玩个小游戏，没吓到你吧？没有，我不但没被吓着，还觉得很有趣。这下尴尬了，我爸和老伴玩游戏，我这个做儿子的冲进来干嘛？爸，对不起，我以为……我爸也没有责备我，只是冲我摆摆手。出去吧，记得把门带上。我一脸羞愧的出了门，进了自己的房间，躺在床上，我总感觉刚才有些不对劲，可又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。想着想着，我就睡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被一阵食物的香味熏醒，起床一看，原来是赵慧在厨房炖排骨，我爸竟然陪在厨房里忙活，这真的很反常。我爸对他之前的那些女友，平常都是非打即骂，怎么可能跟在他们身后打下手呢？难道我爸这次真是遇到真爱，准备洗心革面了？吃饭的时候，两个人嘴角都还噙着笑，我爸甚至还亲自给赵慧夹菜。小赵，来，吃个鸡腿。这顿饭是这几十年来我们家里吃的最和谐、最喜庆的。看着我爸一脸幸福的样子，我心里也很欣慰。他这一辈子虽然经历了不少女人，但我还从没见哪个女人让他这么开心过。吃完饭，我爸竟然主动牵起赵慧的手出门了，说是要带赵慧出去逛逛。一听到他要带人出去逛逛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因为他历任女友都是在跟他去逛街之后消失的。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想提醒赵慧一句：赵阿姨。看到赵慧脸上一脸的幸福甜蜜，我又忍住了。赵慧可能是看出了我的担忧，反而安慰我：别担心，我跟你爸只是在附近走走，很快就会回来。他们果然没出走多远，2个半小时后他们就回来了。小雨，阿姨看你身上的这件衣服后面都破了个洞了，在店里面看了这件衣服合适，就给你买了，试试吧。谢谢。小雨，以后就别跟阿姨这么客气了，我既然选择了跟你爸在一起，就会把你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。说完，他又转身进厨房忙活去了。看着他为这个家忙碌的身影，我内心一阵感动，于是决定找我爸好好谈一谈。爸，你之前的事我不想管，我也管不了。但赵慧真是个好女人，对你对我对这个家都是真心一片，求求你不要伤害她好吗？傻孩子，赵慧是个好女人，你都看出来了，难道爸看不出来吗？现在她都是我的女人了，我疼她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伤害她呢？听我爸这么一保证，我稍稍心安，就出了房间。第二天午饭后，我爸又拉着赵慧出门了，因为有了昨天的先例，加上晚上我爸对我的保证，我也就没有跟着他们去。我以为他们会像昨天一样快就会回来，可直到晚饭点还是不见人影，我心里很不放心，就打电话想问我爸他们到底在哪里，电话一直打不通，我心底涌起了一丝不祥的预感。到了晚上7点，我爸回来了，一个人。赵慧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一进商场就没影了，我追都追不上，我还以为他先回来了呢。一听他这么一说，我就知道糟了，连忙冲出家门，赶去赵慧家，看他回自己家没了。赵慧父母在1年前双双因车祸去世了，家里只有他一个人。我赶到他家时，屋里一片漆黑，敲了半天门都没有反应。我知道赵慧肯定又被神秘消失了。这一刻，我连杀了我爸的心都有。赵慧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，虽然他对我好是因为别的原因，但他的那份善意真真实实落到了我的身上。我发疯般的跑回家，到底把赵慧弄哪去了？快说！我爸眼神淡漠，只是定定的看着我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我知道这样问是问不出什么名堂的，一定要让他吃点苦头才行。于是我不再追问他，而是去厨房把饭菜热了，然后在饭菜里放了5粒安眠药粉。我爸接过我递来的饭菜，也没有多说话，端起来就一顿猛吃，看样子是饿极了。吃完后，他身体往后一倒，栽了下去。我扛起我爸，把他锁在了。他要是不把这件事情说明白，他就别出来了。反正他出来也是个祸害。半夜时分，安眠药的药效过了，我爸对着黑屋的门锁一顿猛敲。爸，你要想出来，你就告诉我赵慧到底去哪了，还有之前你的那些女朋友到底是怎么消失的。如果你不说清楚，你就一辈子在里面待着吧。儿子，我有我的苦衷，我告诉你是为你好。反正你爸没有做过对社会、对国家不好的事情，希望你能理解爸爸。快放我出来吧，
爸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老爸略带沙哑的声音，语气中充满着乞求。可我现在根本就无法信任他。我觉得他说的一切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罪行的托词。如果你不说出赵慧的下落，你就一直在里面待着吧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我爸拍着门锁还我，我就当没听着。接下来3天，我一直把他关在黑屋里面，逼他说出赵慧的下落，可他死活不肯说。第4天，我放学回家，发现院子里围满了人，有警察，还有一大群我老爸的追求者。哪有这样的儿子吗？竟然把自己老爸关进黑屋里，他怎么忍心啊？就是啊，老李，儿子是靠不住的，关键时刻还是要看老爸。要不你就接受我吧，我肯定把你照顾得妥妥帖帖的，绝对不会让今天这样的事发生。父子之间有矛盾，可以好好商量嘛，怎么能把自己父亲关在屋里面呢？要不是我们接到热心群众举报，你还要把你爸关到什么时候？你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叫非法拘禁，我都可以当场把你抓局子里去的，你明白不？亏你还是大学生，连这个基本常识都不懂。被警官一顿训斥后，我心里感到万分委屈。一想到我爸这么多年导致数十名女子神秘消失，我还是忍不住跟警官说出了关我老爸的原因。警官一听有人接连让几十名女子神秘消失，顿时就睁大了眼睛，以为我是在说气话。当再次确认我说的是实情后，当场就逮捕了我爸，说要带他去警局调查。真是白眼狼，关自己老爸还不够，还要把自己老爸送局子里去。要是我有这样的儿子，我保准在襁褓中就把他扔了，免得他长大了反咬我一口。这一整天我都心乱如麻，不知道我这样做是不是对的，也不知道我爸面对的将是什么。我既担心他的安危，又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把他送进去，那样的话赵慧也就不会被他害。就在我心里极度纠结时，屋外传来一阵警铃声。李老，你慢点，小心绊倒。警察局长亲自搀扶着我爸下车，旁边还有一队人员护送，这就真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了。怎么我爸进了一趟警局，非但没事，反而从老李变成李老了？这到底是啥情况？还愣在那里干嘛？快点过来扶你爸进去啊！看到警官严厉的神色，我连忙过去扶着我爸进屋。安顿好我爸后，局长把我拉到一旁谈话。小雨，昨天你跟局里反映的情况，局里调查了，纯粹是误会，至少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那些女人失踪跟你爸有直接的联系。很大概率是他们厌倦了这里的生活，去别的地方谋发展了。可是我爸的，没有什么可是，别胡乱猜测，要相信你爸。我刚想提出质疑，就被局长严词打断。跟我交代完，局长又到我爸面前亲自道别，态度谦恭的像小学生面对班主任老师。临上车时，他又招手示意我过去，嘱咐我老年人也要有自己的情感生活。对于你爸的交友，你非但不应干涉，还要大力支持。说完他就上车走了。望着远去的警车，我更懵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明明我都能发现我爸有问题，为什么警局非说他没事呢？和他交往的女人失踪了那么多人，警局非但不管，还让他继续交友，难道是想让更多的人失踪吗？进屋后，我爸并没有因为我举报他而生我的气，反而主动跟我搭话，我依然不理他。第2天，追求我爸的女人们又成群上门了。你们不要排队了，我是不会收你们资料的。可他们仿佛没听见一般，依然规规矩矩排队取号，老老实实扫码缴费，然后齐齐将照片和资料放在我家门口。你们就这么不怕死吗？难道你们不清楚我爸之前的女朋友都神秘消失了吗？面对我的呐喊，他们依然不为所动，依次把资料放下，然后转身走了。看着这群疯狂的女人，我真是无话可说，也不想再管了。我爸依然每天去保安亭站岗，依然下午6点回家，吃饭前依然会拿起门口囚禁女人的相片看一遍。你看也没用，反正我是不会再去给你通知的，要去你自己去，我不会再做帮凶了。我爸也不气恼，随手将看过的照片丢到一边，继续埋头吃饭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爸拿着一张照片来回看了很久。小雨，你现在马上离开这里，去陕北路57号找陈飞翔这个人，告诉他等的人来了。面对我爸的急切，我一头雾水。为什么要马上离开？发生什么了？陈飞翔又是谁？为什么要去找他？你们到底是在等谁？爸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么多，你赶快走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找到陈飞翔后，立马就告诉他，我们等的人到了。为什么要我亲自去找他？你不能打个电话吗？不能打电话，会泄露消息。家里安装了房监听装置，所以他们听不到我们说什么。趁着他们还没有察觉，你赶快走。到了那里，陈飞翔会给你提供安全保护。看到我爸一脸凝重的神色，我也不再争辩，转身就要出门。你假装是去学校，神情要自然一点，不要惊慌。本来我心里还不慌，被我爸这么一说，心里真有些发毛。我按照他的嘱咐走到大门开门，由于手有些发抖，拧了3次才把门打开。出门那一刻，我回头一望，发现我爸正用关切的眼神看着我。向外迈步的时候，忽然发现脚下特别沉重，每走一步都感觉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我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终于走到了大街上。坐上出租车的那一刻，我才发现我全身都湿透了。到目的地后，我顺着门牌找57号，一进门发现除了老板外，空无一人。老板，你是叫陈飞翔吗？你是？我叫李飞宇，是我爸吕三毛让我来找你的。他说你们等的人到了。你先进去。老板指着店里面的房间示意我过去，然后自己就转身去关店门。我遵照店主的指示进了小屋，发现只是一间普通的办公间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他进来后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一个按钮，地板上就出现一个缺口。
他带着我进去地下室，里面别有洞天，里面很宽敞，有10几个大小不一的房间。陈飞翔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，吩咐你待在这里，哪都别去，明天会有人来接应你。说完，他就到另一个房间换上一身武装装备，边换装备，他还边用他那特制的呼叫机联络队友。不久之后，陈飞翔就换好装备离开了房间。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，内心莫名的恐慌。我看到陈飞翔刚刚在换装备的时候还带了2把枪，他们这是去干嘛？我爸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怎么会认识这些人？我在屋里坐立难安，一整夜都没睡。第二天一早，地下室的门开了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我起身一看，原来是陈飞翔，身后还跟了4个跟他装束一样的人。他手里捧着一个黑盒子，面色凝重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爸怎么样了？这是你爸的遗物，他在昨天的战斗中牺牲了。我用颤抖的手接过盒子，鼻头一酸，眼泪不自觉就流了下来。虽然我爸从小很少管我，但从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中，我还是能感受到他对我的爱的。虽然这些年因为他女友离奇消失的事情，我对他有很多猜疑，但一听到他的死讯，我的心里还是一阵绞痛。我知道你对你爸有很多误解，他生前之所以不跟你说，其实是为了保护你。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特殊，我只能将能讲的地方讲给你听，希望能消除你对你爸的误解。听了陈飞翔的讲述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爸是一名退役特工，为了隐藏身份，他伪装成一名保安大爷。可惜他的身份还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境外组织识破。这些组织为了得到我爸所知道的组织机密，想尽办法想要策反我爸，可是他们使尽了办法都没有效果。最后他们想到美人计这个方法，想通过身边人来对我爸进行策反。他们利用各种诱惑，策反一大群美女，想让他们来接近我爸。应聘我爸女友的那些人，就是被境外组织利用各种各样的诱惑策反的。他们争着做我爸的女友，就是想获取我爸所知道的组织机密。无奈我爸面对美姿毫不动心，反而将这些意图策反他的女人都送进了组织审查机构。这些女人神秘消失，其实只是被组织秘密抓捕，进行隔离审查而已。后来组织得到消息，知道境外组织安排了一个特别行动，准备强行把我爸带走。我爸那天看到的照片，正是这个行动组的负责人，所以他当场要我离开，让我来找陈飞翔。陈飞翔组织队友赶到时，我爸已被境外组织包围。我爸怕队友因为他投鼠忌器，影响抓捕境外组织人员，就主动突围，想跟队友们配合。结果在乱战中被子弹击中，腹部而死。听了陈飞翔的讲述，我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原来我一直在误会我爸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变态杀人狂，而是护卫家国的隐秘英雄。后来我爸被追认为烈士，我拿着他用生命换来的荣誉奖章，背在他墓前，说出了我一直想说的那句话：老爸，对不起，如果有来生，希望您还能成为我的父亲。